月姨娘，我求求你，让大夫去看看我娘吧，我娘快撑不住了。夫人，这小郡主求的这般凄惨，人命关天呐！草民恳请去瞧瞧。他的命也配跟我的狗比？你就算医者仁心，也该考虑清楚，别把自己的命也给搭进去。求求你让大夫去看看我娘吧！吵什么呢？我娘撑不住了。没看见大夫正给叶姨娘的爱犬治病呢吗？王婆婆，我求求，或者你让月姨娘放我出府，我再去找一个大夫。急什么呢？等着吧，大夫正给富贵熬药呢。人命还没有狗重要吗？你就不怕我告诉爹？你娘嫁到王府10余年，现在连王妃的位置都快不保了，少给我摆郡主的架子！行了，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？月姨娘，我求求你，就把大夫还给我吧！还你？这大夫是你爹爹专门叫来给富贵治病的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派人去抢的，大夫是我找来给阿娘治病的。郡主啊，这没有证据的话，你可少说，小心舌头。我知道你们想要害我阿娘，你们等着，我一定会去告诉爹爹。你大可以去试试，看看这王府里到底是谁说了算。那我现在就去找爹爹，要是爹爹知道你们欺贱人命，害死我阿娘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！哎，你个小贱人，还敢威胁！你给我过来！你回来，看我不打死你！猪，爹爹，出什么事了？大晚上你怎么哭成这样？爹爹，王爷，都是我的错，顽疾不育，竟让郡主以我的名义去请大夫。王嬷嬷发现，便将大夫带了过来。结果郡主气不过，便非说姐姐也病了，还扬言要杀了富贵，给他娘做药引子。不是的，爹爹，哎呀，是啊，王爷，明明老奴昨日才见过王妃，面色红润，哪有生病的样子？王妃装病便罢了，现在还怂恿郡主来折腾。本来姨娘身子就弱，怕是又得病上几日了。你们胡说！分明是你们抢了替我娘看病的大夫，还宁愿让大夫给狗看病，都不给我娘去看病。爹爹，我阿娘真的快不行了，老猪求你，闭嘴！在柴房待了3年，都没治好你撒谎的毛病是吗？爹爹，我没有撒谎，我阿娘她真的……还装！你娘身子骨一向康健，怎么偏偏月姨娘入了府，身体就不好了？爹爹，你若不信，可以跟我去看看阿娘，保证真的没有骗你。哎呦，月姨娘，王爷不好了，月姨娘晕倒了。月儿，荒唐！本王爱妾都晕倒了，怎么可能什么事都没有？王爷息怒，府上姨娘看似孱弱，可身体并无问题。就连今日草民被带来，都只不过是为了那只……你个庸医！月姨娘的心疾满府皆知，你竟敢当着王爷的面讲瞎话！不可能！草民敢对天发誓，反倒是府上柴房那位姨娘再被医治，再加上雪寒风霜，恐怕……柴房那是素素和宝珠住的地方，难道素素真的病了？哎呀，王爷明鉴啊，这个大夫是郡主带进来的，他肯定是在他来之前被王妃他们收买了。王爷，你千万别听他的话呀！王妃，嬷嬷怕不是在说笑？过得那般凄惨，草民还以为是王爷买来的通房丫头呢。你混账东西，竟敢在王府乱嚼舌根！王爷，月姨娘快不行了，
您去看看吧。你说什么？王爷，姨娘的身体一直都是城东赵大夫给顾着的。当年他就说过，顽疾难以探查，你可千万别听这庸医的话呀！今日被叶宝珠瞒，竟然差点被带偏，这娘俩的心思，当真恶毒。去找赵大夫，要快！哎，好，你个庸医，你杵着干嘛？还不滚，走！王爷，月姨娘今日急火攻心，如今顽疾难治。不过，快说！心头血。宝珠去了这么久都没回来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王妃，王爷有请。王爷，宝珠呢？我要见我女儿。瞧你这中气十足的样子，果然是在装病。阿娘，宝珠，求您放了宝珠！叶宝珠害得月儿旧疾复发，幸亏本王找到了根治的办法，只是差了一味药术，想跟你借点东西。你只要你自愿交出你的心头血，本王就饶过你。如何？我要是不答应了，本王不是在跟你商量。难道你真的想在柴房里住一辈子吗？那也好过，与王爷相看两厌。李素素，本王给你脸面，你别不识抬举。最后给你个机会，交还是不交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本王可是你的夫君。夫君，我父亲早在3年前就死了。爹爹，是宝珠不乖，宝珠求你不要打阿娘。宝珠，反正你们母女一脉相承，宝珠既然是你的亲生骨肉，取一点她的心头血，疗效应该也一样。王爷，我求你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求你放了宝珠。终于肯认错了。本王早前就跟你说过，这辈子最恨撒谎之人。当年要若不是父亲对圣上撒谎，掩盖军情，圣上也不会问责叶家。本王的母亲更不会牺牲性命来保全本王。本王如今也不会只落得个闲散王爷。可是你倒好，把本王的女儿养成了什么样子？撒谎成性，跟你一样歹毒。王爷，是我撒谎成性，只要你放了宝珠，我什么都给你。算你识趣。本王已经问过赵大夫，取一点心头血，不会死。阿娘，你痛不痛？是宝珠没用，宝珠找不来大夫，还害得阿娘受伤。说什么傻话呢？我这辈子最庆幸的就是有宝珠这个女儿。只是宝珠，今日过后，你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。拿着这个去找外公，他会替阿娘好好照顾你的。那阿娘你呢？宝珠啊，阿娘肚子有些饿，但手不能动，你去厨房替阿娘拿些桂花糕来，好吗？阿娘，我这就去。宝珠跑得快，阿娘你一定要撑住。宝珠，对不起，娘
娘等不到你回来了。咱们王爷对月姨娘可真好，大病初愈就特意吩咐人把后院的桂花树给砍了，说是要把桂花做成糕点，酿成蜜，赏给我们府里的下人。就是啊，走吧。宝珠啊，这桂花树是你爹送给你娘的定情信物，你呀，你要像他一样快快长大。爹爹，我喂你吃桂花。阿娘，你吃吗？爹爹，宝珠真的不懂，为什么宝珠和阿娘什么都没做，这还是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要快一点，阿娘，你一定要等我。嘿，你个死丫头，你没长眼睛吗？还跟贵人道歉？跟你说话呢，你听不见是吧？原来是去偷吃的去，还是桂花糕，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跟你娘一样的下贱。你闭嘴！我娘才不下贱！大呼小叫什么呀？看来昨晚还是没能给你个教训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也不看看你得罪了什么人？哼！你娘没教好你，老奴来教你。你们少得意！爹爹知道了你们的真面目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是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这桂花树是王爷为你娘种下的，你娘那个贱人，不就是想要勾起王爷的旧情，才让你来偷桂花糕的？我承认，我是故意让王爷把树砍掉，毕竟跟你娘展开的东西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把你做的一切都告诉爹爹。就凭你，天真，真是个犟种，连哭都不会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几时。别怨我，要怪只能怪你娘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惹人烦的玩意儿。王母，动手！昨日气上了头，取了心头血，就把他们扔回了柴房，也不知今日怎么样了。不行，我还是得去看看。王爷，怎么了？王妃的父亲李将军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回王爷，听说是李将军镇守边疆3年，王妃却从未与他通信，他实在担心，所以才……我知道了，让他先在前厅等候，本王马上就到。是。今日你冲撞了我，不道歉，别想回去见你娘。我等回去见阿娘，阿娘还在等着我的桂花糕。别动！既然你阿娘在等你的桂花糕，那你就下去慢慢捞吧。阿娘，去呀！不行，我不能跟他们好，阿娘还在等我。你跳啊！下水就融的东西，我看你怎么了。叶宝珠，这回可没人能救你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怎么哭成这样？你们到底干什么了？爹，宝珠好痛。你们欺负他了？王爷，我们哪敢欺负他呀？他不骂我就不错了。王爷，是郡主在那池塘边玩水，姨娘好心劝解，却反倒惹来郡主的不爽责骂，甚至还非说月姨娘欺负她。郡主这会儿子正挑水威胁呢。你们真是荒唐！没有，爹爹，我真的没有，你信我，是他们故意的。王爷，其实郡主
指定是听了别人的怂恿，不然也不会认为月姨娘是没人要的寡妇，把姨娘不知廉耻。是啊，王爷，你是知道我的，可静之事一直都是我的痛处。我从小背井离乡，受人欺辱，王爷，就算郡主不知人间疾苦，也不该一直戳我心窝子呀。叶宝珠，给我跪下！娘真是把你惯得骄纵任性。既然你娘教不好你，那你干脆就跟了你月姨娘，以后让她来教你。我不要，宝珠有阿娘，为什么要跟着别人？冥顽不灵！这是？难道宝珠真的被欺负了？王爷，郡主顽皮，故意吃了杏仁过敏，老奴拦都拦不住，倒让王爷见笑了。郡主，哎呦，王爷您看啊，证据都还在这儿呢，老奴说的可都是实话。为了陷害你姨娘，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学会了，你简直……宝珠没有演戏，没有骗人，是他们教我，是他们将我的桂花糕扔进了水里，是他们逼我跳进去。够了！别以为你装可怜，本王就会同情你。就你这个样子，本王看哪一个也好得很。本王在前厅还有客人，赶紧给我滚回去，免得被人看见丢人现眼。这贱人，可恶的！爹爹，你为什么就不愿相信我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和阿娘？王爷，老夫今日前来是想见到女儿，王爷不会不允吧？这李真远是开过功臣，连皇上都分外敬重他。可李素素与本王闹成这样，他又爱女如命，不行，本王一定不能让他知道。岳父大人哪里的话，只是素素现在身体不适，需要静养。是吗？可老夫怎么听说，王爷纳了妾，而且那妾室对素素百般苛责？那是外人嚼舌根，本王的爱妾向来柔弱不能自理，岳父大人莫要被骗。王爷，你不必搪塞，你若不叫人，老夫就自己去找。哼，你。阿娘醒醒，宝珠带桂花糕回来了。阿娘，我知道了，阿娘肯定是累了。阿娘吃了桂花糕，身体就能好起来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桂花糕太硬，阿娘咽不下去。阿娘，宝珠求你，您就吃一点好不好？阿娘，素素，素素，岳父大人，王府内宅，身为男子，您怎好随意闯入？让你带来，你推诿，老夫亲自去，你又阻拦，遮遮掩掩，肯定有猫腻。今日老夫见不到女儿，绝不罢休。王爷不好了，柴房死人了！啊！柴房，那倒是。素素，素素，人怎么不见了？难道不是素素？不要再说柴房死了人，死的是什么人？说。是王爷将军，原来你们在这儿。将军王爷恕罪，刚才柴房外死了个手脚不干净的下人，妾身怕惊扰，便叫其他人拿去葬了。没想到还是下人？不对，绝对不是那么简单。李将军，
刚才将军府有人来通报，说是皇上急召您回禀军务，您看？既是圣上急召，本将自是得去。王爷，晚些时候老夫会再来叨扰，到时可莫再推诿。王爷也别忘了，当年你体弱，若不是素素跪上云台寺为你求药，你活不到现在。唯愿夫君与我长命百岁。我父君3年前就死了。王爷，我问你，素素和宝珠去哪儿了？将军，可是怀疑那尸体？老夫回来，寻不见女儿与外孙女，紧接着王府就死了人。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？停车！楚河，即刻替老夫去查清那尸体。是。素素，宝珠。平常你掌管王府内院，而今活不见人，你敢说你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？你王爷息怒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宝珠她……王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担忧姐姐的身子，想着来探望。可到了地方之后，只看见郡主一个人晕倒在地上，可姐姐她却……她怎么了？哎呀，王爷，王妃打死下人逃出了府，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。你说什么？王爷，昨日王妃取药就不服，明摆着对您不满，估计呀，早就想逃了。够了！王爷，姐姐她只是一时想不开，说不定哪天自己就回来了。您别气坏了身子。这贱人真是反了天！可既然叶宝珠还在这儿，本王不信她能跑多远。先把叶宝珠安置在你院里。姨娘放心，老奴已命人将李素素的尸体快马加鞭丢到郊外乱葬岗，不出2日，必会被野狗啃食殆尽。王爷到现在还对李素素留有旧情，那我必不能让王爷知道李素素已死，不能让我好不容易抢下的地毁于一旦。王妃不见了踪影，李真元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去，限你3日之内查清楚王妃的去向，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许放过。是，属下遵命。看来还得去问下宝珠才行。李素素，抛夫弃女，你还真是长本事了。劝你最好乖乖回来，不然……娘，还叫娘呢？可惜你娘已经死了，这会儿估计在乱葬岗被狗啃的吧。你害死我阿娘！你还我阿娘！你还我阿娘！是你娘命贱，你护不住你娘，与我何干？虽然现在不能直接了结他，可这小贱人他可无遮拦。要是闹到王爷那里去，依老奴看啊，不如把这哑药给他灌下去。也对，那就劳烦嬷嬷。得了。喝，喝，喝！你能来救救宝珠？叶宝珠呢？她醒了吗？姐姐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这是什么药？老奴，王爷，
是郡主醒来一直说不舒服，我才拿寻常的安神药给郡主。你若不信，大可以叫赵大夫前来查验。王爷，这确实是缓和精神的好药啊！月姨娘她没有骗你啊！你们都是一伙的。月姨娘说这是哑药，你们都是坏人。爹爹，月姨娘不想让宝珠说话，因为阿娘已经被他们给……王爷，我知道郡主不喜欢我，姐姐也一直觉得是我抢走了王爷，可郡主不应该如此的编排我呀。我虽然和无亲，但我也爱慕了王爷许多年呀。爱无亲，王爷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，我又怎么会？月儿，王爷，姨娘心里苦啊，平时哄着郡主还来不及，结果郡主连这种陷害人的话都说得出来。爹爹，宝珠没有骗你，宝珠说的一直都是实话。大夫都已经查验了，你还嘴硬？叶宝珠，你到底要忤逆到何时才算完？宝珠没有忤逆爹爹，没有嘴硬。爹爹，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宝珠呢？阿娘，不许再提你娘那个贱人！爹爹，郡主不知，你娘亲已经逃离府舍，现在不知去向。你胡说！你们颠倒黑白！郡主，那王妃跑的时候没带上你，不就是想让你给她遮掩吗？这王妃呀，就这样不声不响的跑了，不仅对不起王爷，就连郡主也跟着受苦啊！天下哪有这样的母亲？宝珠，你娘到底躲去了哪儿？阿娘是天底下最好的阿娘，阿娘没有逃，只是阿娘的一切……你还敢替她隐瞒？你是她唯一的女儿，她要去哪儿必定会跟你讲，快说！不行，绝不能让叶宝珠开口。我……王爷，王爷，郡主刚刚醒过来，今天的事儿，要不还是等以后再说吧。用不着你假惺惺，你就是个傻。部长，果然就不该心疼这不受教的。姨娘是关心你，你就是这样对她的。宝珠不要他的关心，爹爹，阿娘她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将军，消息已查实，今日王府确实匆匆抬出去一具尸体，看见的百姓称，尸体草席裹身，难以辨认。不过属下已派人去验查，只是乱葬岗地处郊外，恐怕传回消息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将军您看，立刻出城，老夫要亲自去。郡主，你不能因为隐瞒你娘的行踪，就故意谎称她死了吧？是啊，郡主啊，老奴知道你和王妃一条心，可王妃的身子向来康健，怎会无缘无故的就……难道是因为昨晚的心头血？王爷，你别多想，赵大夫说过的，只要身体康健，取一碗心头血没有什么大碍的。是啊，赵大夫不可能骗本王，难不成逆子？是不是你娘教你的？爹爹，是宝珠亲眼看见的。还在撒谎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娘那个贱人在想什么？她不就是想要做局假死，好令本王不去刑她？可是她忘了，她既然嫁进了王府，便生是王府的人，死是王府的鬼，想逃做梦！爹爹，宝珠没有骗你，阿娘真的死了，死在了柴房。阿娘最后一面我都没有见到。如果不是指甲，如果不是为了保护宝珠，阿娘也不会。住口！叶宝珠，你到底还要替你娘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？爹。王爷，孩子的名字你想好了吗？宝珠，你
叶宝珠，未来叶王府最尊贵的郡主。宝珠，好名字。王爷，你看，她的鼻子像你，眉眼像我。她是我们的女儿，是我们的掌上明珠。叶宝珠，本王最后给你个机会，说出你娘的下落，一切过往，本王可以既往不咎。就让你娘直接弄死他！再若继续问下去，终归是个祸。爹爹，阿娘真的死了，宝珠没有骗你。信你？你往日胡闹便罢了，现在连你亲娘的生死都拿来骗人，你让本王如何信你啊？宝珠知道阿娘在哪里，爹爹若是不信，宝珠带你去看。郡主，你知道什么呀？姨娘劝你还是别撒谎了，跟你坦白，免得你就是害死我阿娘的坏女人！你走开！姨娘，姨娘，月儿，郡主啊，老奴知道你想替王妃出口气，可这姨娘她也没做什么呀，她大病刚出狱，你怎么下这么狠的手啊你？叶宝珠，爹，不是，宝珠没有推他。王爷，我本来只是想劝劝郡主的，可谁知道郡主她又在装，宝珠没有推你，我说没有就是没有。住口！她是本王的爱妾，更是你半个娘亲。叶宝珠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恶毒了？他不是，宝珠有阿娘，就是他害死了我的阿娘。宝珠的娘亲永远不可能是他。跟你姨娘道歉。我不要。本王让你道歉。不要，宝珠没有错，宝珠没有推人，没有撒谎，什么都没做过，宝珠为什么要道歉？孽障！爹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宝珠呢？阿娘已经死了，只是你还背这个坏女人。还在编！叶宝珠，你真是跟你娘学的无法无天了。既然当着本王的面对你姨娘动手，更是满口性命当儿戏，你今日必须给你姨娘道歉，否则本王不会轻饶你。宝珠绝对不会跟坏女人道歉的，永远不会。宝珠，你……王爷，郡主不喜欢我这个姨娘，归根到底都是我的错。月儿，月儿，王爷，月姨娘先前一直是心疾，现下大病初愈了，本就经不起搓磨，可方才不仅受了气，还磕了头。恕曹明直言，若不能让姨娘心气通畅，恐怕……看看你做的好事，给本王跪下！给我跪！跪到你姨娘原谅你为止！不要，宝珠才不要！杀人凶手磕头！早就让你别学你娘那套倔脾气，害人害己，自作自受，还不服气？好，来人！王爷，把郡主带去水池，给她好好清醒清醒。遵命。走。叶宝珠，谁让你命不好，投胎在了那贱人的肚子？等你一死，这王府再无人敢有我陈高帝。叶宝珠，你道不道歉？是他害死了我阿娘，
简直是冥顽不灵，无可救药。如果你今天不道歉，本王我……王爷，属下已查到王妃的行踪线索。说什么？将军莫太忧心，素素小姐与王爷平日恩爱有加，那尸体未必是她的。恩爱？若真恩爱，便不会纳妾。知人之美不知心，女儿的命，老夫赌不起。那王爷为何不直接让属下带一队人马去王爷府查明真相？不可，当年素素是硬要嫁给叶重言的。若今日真有不测，老夫便请出龙头铡，直接铡了叶重言也无妨。但倘若……将军是怕搅和了夫妻情分，伤了素素小姐的心，所以必须找到证据。叶重言毕竟是王爷，若没有证据，硬闯王爷府也说不过去。让马车再快一点。这是在城门边找见的，属下往外找了一圈，但想来王妃已出城许久了。还以为是什么要紧物，罢了。且等这2日，李素素彻底被野狗啃烂，王妃的位子必定非我莫属。叶宝珠，你口口声声说你娘死在柴房，可是随身携带的香囊怎么又会出现在城门边？阿娘就是死了，香囊落在外面，肯定跟这个坏女人有关。爹爹，您为什么就是不信宝珠？还在攀咬你！哎，王爷，这香囊可是女子的私密物，平时都系了死结，贴身放着的。若非主动取下，根本不可能轻易掉落。难不成……王爷，王妃爱郡主如命，可这回走的却干脆至极，莫不是与他人私奔？你说什么？私奔？王爷，老奴不敢撒谎。王妃常年待在府中，没有人接应，断然逃不出去。何况她还打死了一个下人，想来深宅寂寞，生出2心不是不可能的。才不是，阿娘不是这样的人，阿娘被你们害死了，宝珠亲眼看见的。你们骗人，你们骗人，你们骗人！住口！叶宝珠，回答本王，那奸夫是谁？爹爹，宝珠说了很多遍了，阿娘就是死了，尸体也被这2个坏人丢到了乱葬岗。爹爹不信，大可以去看。混账！现在了你还不说实话，非要本王请出家法，你才肯招是吗？爹爹，宝珠说的一直都是实话，求你信。宝珠！哎呀，郡主，你快别闹了，瞧把你爹给吓的。哎呀，郡主这顽劣性子可真是，就连装死都学会了。难道他真的……好啊，果然在装。本王还以为他……把他给本王弄醒，今日这事必须有个交代。将军，您从边关回来便一刻不得闲，不如先回车上暂等。待会儿，将军找到了。终于舍得醒了。爹爹，你背宝珠回家好不好？我们给阿娘带桂花糕吃。你呀你，非得让我带你从学堂偷溜出来玩，这下好了，回去肯定又会被你娘骂。哎呀，爹爹最好了，回去的时候给阿娘做一盒桂花糕，阿娘就肯定不会怪爹爹了。那倒是，你阿娘最喜欢吃桂花糕，尤其是你爹爹做的，外面可没这手艺。宝珠也要。好，好，好，一会儿啊，给你们1人做1份，好不好？回家喽。做桂花糕了。这死丫头倒是比她娘有本事。王爷，既然郡主醒了，想来王妃的事情不是她故意要瞒您的。我看
不如……是啊，王爷，虽然撒谎是不对的，可是老奴认为郡主还小，认个错就行了。爹爹，撒谎是小，什么事算大？今日他敢谎称他娘去世，替他娘隐瞒奸情，明日岂不是谎称叶府叛国，害死全家上下？爹爹，宝珠没有。反正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也不把本王这个父亲放在眼里。既如此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去祠堂。爹爹，不道歉，不认错，不说出你娘的下落，还敢装死，必须严惩！爹爹，爹爹！王爷，这家法严酷，郡主还小，这万一……那也是他咎由自取。本王是他父亲，有什么事，本王自会担着，不必再劝。叶宝珠，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代价。其实你早该和你娘一样认命，她斗不过我，你更不可能。来人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必须找到王妃还有那奸夫的下落。王爷意思是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本王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在耍手段。姨娘且安心，老奴早有准备。今日拖他出府时，老奴把他的脸都给全部刮花了。即便是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，肯定没人认出来他是谁。真的？当然了。也是，死人永远争不过活人。只等解决了那个贱丫头，一切便尘埃落定。将军，这尸体容貌尽毁，难以辨认，况且粗布麻衣，一看就是下人装扮。要不我们还是先去王府了解清楚的好。如此，也只能先这样了。叔叔，叔叔怎么了？我看看，叔叔，叔叔不哭不哭啊！爹爹吹吹就不疼了啊。叔叔，我的女儿啊！我要让王府血债血偿！当着列祖列宗的面，本王再问你一次，你娘到底在哪儿？爹爹，阿娘她死了，你问宝珠1000次10000次，阿娘也回不来了。嬷嬷，王爷，让她学学礼数。遵命。给我跪下！放开我！给我跪下！这是那贱人写的，竟然还留了一手，里面肯定写了很多不该写的东西。我一定不能让王爷看到。不要！你这个坏女人！这是我阿娘的遗书，你快还给我！遗书。王爷。
苏苏，将军请节哀，属下方才已经仔细查过，并没有宝珠小姐的身影。或许宝珠必定在王府，快，即刻赶往王府。这就是你说的遗书？爹爹，这是阿娘死前交给我的，宝珠没有骗你。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？宝珠说的是真的。你娘背叛了本王，跟别人跑了，你竟然还敢替他圆谎，还真以为随便一张废纸扔进信封里，就能伪造是遗书了是吗？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！爹爹，这真的是阿娘亲手写的，宝珠没有骗你，宝珠没有冒充。想不到这回连老天爷都站在我这边。叶宝珠，你就等死吧。王爷，看来姐姐这次是真的厌弃王府了，居然用假死作曲，这遗书还让郡主准备。这信封上写的是父亲亲启，这父亲岂不是李将军？怪不得姐姐这前脚刚走，这李将军后脚就要人。说不准啊，这李将军早就知道王妃要跑，串通好了，故意让王爷难堪，届时交不出人，他还可以参一本。贱人！阿娘，爹爹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明明宝珠和阿娘从未做错。没做错，到现在这个地步了，你还敢狡辩？你娘善妒恶毒，你还屡次撒谎构陷你姨娘，如今那贱人做局，假死背叛本王，你还敢说你们没做错？不是的，爹爹，宝珠没有错，阿娘就是死了，被岳姨娘这个坏女人害死了，是她一直在骗你。闭嘴！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愿意认错是吧？那就让你疼到认错。来人，给他长长教训。没做过的事就是没做过，就算打死宝珠，宝珠也绝不会认。现在呢？你可知错？阿娘死了，被他们给害死了。宝珠没错，阿娘也没有错，宝珠没有骗人，骗人的一直都是他们。冥顽不灵！继续，不打到皮开肉绽，别停下！我倒看看他要撒谎到什么时候！王爷，郡主她晕倒了。宝珠，王爷，这打手板虽然不算什么重罚，但是郡主方才是呛了水的呀。你若实在是担心，不如让大夫过来看看啊。好，快！去，明白。宝珠，王爷姨娘多虑，郡主她身强体壮，只是经受不住痛才。你说，他又在装？哎呀，草民失言。王爷，这郡主还小呢，这怕疼装病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啊，您别跟他计较。此事不改，演技倒是越来越好了，把他给我弄醒。阿娘，爹爹，宝珠没有骗你啊，阿娘被沈月姬害死了，宝珠说的句句属实。够了！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戏耍本王，还屡次嘴硬，看来今日本王不得不动用一下这家法了。来人，把本王的鞭子拿来！
放过一个人。叶宝珠，本王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，可你倒好，几次三番撒谎忤逆。宝珠没有撒谎忤逆，没有。第一遍打你不受教育，知错不言；第二遍打你顽劣难驯，谎话连篇；第三遍打你目无尊长，欺上瞒下；第四遍打你执迷不悟，叫不改。阿娘没有拦不住你爹爹偏即心。日起，你们给本王滚去拆房除错！别去，你爹爹他不会来的。叶宝珠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恶毒了？阿娘最庆幸的就是有你这个女儿。你这个姐姐，我再也不要了。宝珠，哼，宝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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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，外公来晚了，外公这就带你去看大夫。你不许走！宝珠才9岁，今日这一遭，他已经丢了半条命，难道剩下的半条命你也要收回去吗？本王不是这，不是。叶重言，难道老夫的女儿是硬要塞给你们叶家的吗？老夫的外孙女是硬要投弄你们王府来造罪的吗？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李将军，你何出此言呀？郡主是惹恼了王爷，王爷是郡主的亲生父亲，怎么连现在罚都罚了？狡辩！对，是郡主死性不改，再三撒谎顶撞，本王教训那是天经地义。天经地义？我觉得你是做王爷做久了吧，脑子不甚清醒。告诉你，今日无论如何，老夫都得带走宝珠，刀剑不长眼，让开！近期在下路不明，叶宝珠要孵化一片，说他离府倒打一耙，不行，我看谁敢拦我！本王说了不许动。叶宝珠，你要是敢跟随你外公离开，往后王府里就没有你这个郡主，本王也没有你这个女儿。早就没有了。你不是我爹。宝珠，郡主，我知道你今日挨了打，心里怨恨，可王爷也是为了你好啊，你何必说出这种？住口！身为妾室，主家说话你也敢插嘴？王府的规矩呢？放肆！既然是宝珠的姨娘，长辈斥责晚辈有何不可？倒是你，别以为仗着是本王的岳父就可以当兵的上脸，这是叶王府的家事。叶宝珠的去留更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插手。把宝珠交出来！外公，外人？你是亲疏不分了吗？啊！老夫是宝珠的亲外公，是素素的亲爹，带走自己的亲外孙，有何不可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素素是本王的王妃，宝珠是这王府的郡主，这辈子你都休想越过本王，将她带出王府。叶重言，你口口声声王妃郡主，那老夫且问你，素素究竟在何处？非你让素素亲口对老夫言明便罢了，否则……王爷，方才不是挺嚣张的吗？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难道你也不知道王妃在哪？与你何干？王爷交不出素素小姐在前，殴打宝珠小姐，不予医治在后，卑职僭越，不得不怀疑贼心虚。你区区病痞，竟恶意揣测本王！你少废话！叶重言，宝珠的伤势要紧，你若还有良心，便守在这里，否则素素的下落，宝珠的伤，我定要找你要个说法。来人，守住这里，待老夫回来，跟王府算总账。你若是在外暴露叶宝珠的伤势，岂不是谎称她身体康健也会被戳穿？万一连李素素那个贱人身死的事都……将军，请留步！我知道将军不喜我，但如果将军真的关心郡主，又如何电波出去找大夫呢？这府里就有献酬的。王爷，郡主的伤还是得当面查验，毕竟出去要是再多了2道，解释李将军怪罪下来，王爷岂不是更难说情了？还是月儿想的周到。传赵大夫。
外公，宝珠不信他，宝珠不让你看，他们都是一伙的。叶宝珠，你要任性，该看看这是什么场合。是啊，郡主，只是看病而已，赵大夫又不会害你，你这般阻拦，倒是显得……哟，我不是郡主，又在装病啊？不然怎么不敢让大夫查看呢？外公，将军，你有所不知，郡主娇生惯养，这是跟王爷赌气呢。要不等大夫查验之后，您再做决定也不迟啊。确实不能再耽搁了。大夫，看。将军，郡主啊，虽然看着体弱，但是底子强健，受的也只是皮外伤。曹明刚才给郡主上了药包扎，相信过几日便无事了。人是在装，岳父大人也都看见了。叶宝珠爱撒谎，这是事实。本王劝你还是赶紧离开，要是撕破脸闹出去，谁的面上都不好看。宝珠小姐被打得鲜血淋漓，也有一口气都算她扶她命的。你个庸医，到现在还敢胡说八道！赵大夫是本王信任的人，他连月儿的顽疾都能治，难不成你是在怀疑本王？怀疑又如何？传令，再叫一个大夫来，看究竟是谁在撒谎。是。哎，郡主这是？怎么样？将军，虽说曹斌给郡主吃了保命的药，可郡主常年气血亏空，身体着实孱弱，今日还遭受这般毒打，他……又是你，王爷，你可千万不能听他胡说啊！那日他便谎称王妃身体有异，想胡乱攀扯王府，攀扯姨娘啊！今日又明里暗里指摘王府苛待郡主，这不是明摆着想陷咱们王府于不义吗？王爷，我平日里如何待郡主，您都是看在眼里的。想来只有郡主她折辱我的份儿，我哪敢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郡主和姐姐他们联合起来收买了这个大夫，是想让我去死啊！月儿，月儿，你快别这么说！你个刁民，你到底收了王妃多少好处？竟然敢如此污蔑本王的爱妾！曹明所言句句属实，王爷若不信，大可找遍全城的大夫过来看诊。你，将军，郡主和王妃金枝玉叶，却住在柴房这种地界，身体如何能好啊？柴房，居然是柴房！柴房也是他自找的。他叶重言，老夫念你是宝珠的父亲，给你一个坦言的机会，你却不去悔改，到现在还在隐瞒。既然你冥顽不灵，那素素的下落，宝珠的伤，今日你必须给老夫一个交代。外公，阿娘她已经……你住口！住口！你还想胡言乱语？是方才的鞭子还没能给你教训是吗？你住口！叶重言，你冲奸灭妻，殴打嫡女，难道宝珠说一句实话都不行吗？难不成他……不可能！王嬷嬷做的那般缜密，他绝无可能发现李素素已死。王爷，李将军他轻信郡主，轻信他人，还这般质问你，这不是丧你的面子？是啊，王爷，月姨娘对待郡主如何，这下人可都看在眼里呀。可郡主到现在，她还在撒谎，这铁了心的想陷害月姨娘，让她赔命啊！还有，你说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今日将军找来的大夫，正是那一天郡主找来的。你敢说他与王妃不是串通一气的？好你个李真远，有什么事大可以冲我来，把罪责推到无辜之人头上，这就是你将军的做派吗？无辜？我看你是猪油糊了心，是非不分。既然你们说下人都看到了，
好，来人，再去找几个王府的下人来，老夫要亲自盘问。是。回禀将军，姨娘对王妃郡主甚好。你确定？荒唐！甚好还会住柴房，再不说实话，当心我砍了你！王爷，平日李将军不在府京中，不相信我和王嬷嬷，那也无可厚非。只是他们如此的威胁下人，岂不是屈打成招？是啊，王爷，这重刑之下哪有真话呀？到了，我还是李将军说什么便是什么，外批再给咱们王府加上一大堆的莫须有罪名，到皇上那儿去了。有舌如簧，你们一个两个昧着良心说谎，这王府当真无王法。今日非要你们的王八子胆子！这里是王府，岂是你能撒野的地方？王爷，平日李将军不把王府放在眼里也就算了，他一个小小的将士，他也当真是我命苦啊！重妾灭亲，苛待郡主，这样的罪责放在我的身上，我怎么担当得起啊？月儿，月儿，哎呀，月儿，姨娘，月儿，明明是李素素那贱人，是叶宝珠这逆子的错，与你何干？住在柴房是因为王妃早前纵女行凶，把月儿推下水，拒不认错。众人皆看在眼里，本王不得已才略施小惩，反倒是叶宝珠和他娘死性不改，到现在还在胡乱攀咬，本王不成，天理何在？没有，宝珠没有推人，都是他。还敢狡辩！他们伙同着庸医做局，想要给月儿泼脏水。叶宝珠连他娘身死这种混账话都说得出口。李真元，本王劝你莫要再听他的话了。不是的，外公，宝珠没有撒谎，就是他害死了阿娘，是他害死了阿娘。哎呀，王爷，郡主当真是恨极了我。姐姐，他明明活得好好的，活得好好的。既然你那么笃定，那素素身在何处？你心里是很清楚了。本王不愿家丑外扬，奈何你再三冒犯，你想真相是？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李素素与人私通，背叛本王，背叛王府，现在早就逃出了城，不见了踪影。李将军，你与其在这里逼问本王的爱妾，不如好好反思一下将军府的家教。你教出这种淫妇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胡说！外公，不是的，阿娘没有逃，没有逃。孽障！你河阳黄羽冠，现在在你外公的面前将真相揭开，你竟然还敢不认！外公，阿娘真的没有逃，你信宝珠，阿娘是被他们给……哎呀，郡主，你可莫要再犯傻了，这生命关天的事儿，怎可以信口胡说呢？这要是传出去，王府的脸面可往哪搁呀？外公，外公，求求你，你信宝珠，阿娘就是死了，宝珠亲眼看见的，宝珠没有撒谎。外公，叶宝珠，真相在前，你以为谁都会被你骗了去？王爷，你好大胆子！你竟敢打本王！他你怎么了？你宁愿相信妾室，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出言不逊，侮辱素素，侮辱宝珠，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畜生！王爷，明明是李将军和姐姐联合起来做局，现在却要污蔑王府，这还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，这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哎呀，王爷，这李将军来得太巧了，关门找寻郡主，都恰好被他救下。还有那个周大夫，想来王妃那封信呢，确实有了。信？什么信？你给老夫说清楚！好啊，差点把这茬给忘了。李真元，别以为本王不知道，串通素素通信做局，
王府贼喊捉贼，不就是为了掩盖素素偷情、逃出王府的事实吗？本王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了，你要是敢以子上奏，本王也绝不怕你。不是的，你们都在胡说。那封信是阿娘给外公的遗书。遗书？什么意思？叶宝珠，你还真是演戏演个没完了！宝珠没有演戏，宝珠说的一直都是实话。外公，是宝珠没有，遗书被他们撕碎了。阿娘真的不是那种人，不是。叶宝珠，你够了！你娘假死，让你给他打掩护，你随便弄了一团墨迹就谎称是遗书，本王也不跟你计较。可是你别忘了，本王才是你父亲，你胳膊肘往外拐也要有个度，赶紧给本王滚过来！是啊，郡主，姐姐都已经不要你了，你还帮她，这不是存心想害死整个王府吗？阿娘没有不要宝珠，阿娘死了，被你们给害死了。外公，阿娘让我带着信去找您，可是宝珠没有，被他们故意扔进了水里，自己毁了，宝珠连信都守不住。郡主，你怎么还越变越像了？难道是姐姐教你的？我劝你啊，还是快些认错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有老夫在此，谁敢动宝珠？李将军，我只是关心郡主罢了。真关心还是假关心？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李真元，你有完没完？本王还未问你，可你倒不仅硬闯王府，侮辱本王和本王的爱妾，还敢动手打人！打了又如何？凭你们所犯之事，本将军陷了王府，也有理有据。好你个李真元！本王是王爷，是皇亲，当着本王的面，你竟敢如此放肆，你该当何罪？你罪！镇国将军为开国元老，为国征战数10年，守万里山河，便与当今升上有帝师之谊。王爷，卑职以下犯上，但您没有资格问罪将军。你都怪叶宝珠给本王气上了头。言之有理，圣上向来倚重李真元，若是闹歪，王爷摇摆，看来不添打虎是不行了。王爷，你别生气，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想来，雷将军今日不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是不会放过这个王府了。你！哎呀，月儿，月儿，王爷，我实在是不想让你为难，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，死了至少。王爷，王爷，前儿赵大夫就说了，叶姨娘的身子受不得气了。可这李将军他这般不饶人，这是存心的要逼死叶姨娘啊！月儿，张大夫，张大夫！这是怎么了呀？哎呦！自早年落水，月姨娘就一直体虚，心疾痊愈不是假，可也架不住这几次3番的抽泣呀！草民无能，月姨娘她……本王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治好月儿，否则本王要了你的命！李真元，本王不知道李素素那个贱人如何构陷，可是她平时就对月儿百般苛责搓磨。本王就把话挑明了，月儿有什么3长2短，本王绝不会饶了你们！王爷慎言，素素小姐是您的正妻，是王府的主母，就算真的出手教训一个妾室，闹上公堂，也有迹可循。且镇国将军为武将正一品，你却拿一个妾室来要挟将军，王爷，卑职劝您不要昏了头才是。少做什么诡辩！本王只是看不惯你们罔顾性命。罔顾性命，滑天下之大稽。该妾室面色红润，四肢健全，说晕就晕。
倒是您的亲生女儿，宝珠小姐被您打得鲜血淋漓，到底是谁枉不性命？若非她有错，本王也不会罚她。本王不过是吃了。老夫本不愿与你多言，但想来今日若不当着你的面一桩桩一件件还女儿清白，日后老夫入了黄泉，也无颜面对素素。既如此，传令，即刻至太医院请御医。是。老夫久经沙场多年，什么小小没见过，敢在老夫面前耍手段，找死！将军，这位娘子看着身体瘦弱，可实则康健，气血两足，并不像是顽疾刚愈。至于晕倒一事，实在蹊跷啊！胡说！玉儿她明明就……王爷，御医在此，你还敢撒泼？王爷，微臣乃是太医院之首，王爷若是质疑微臣的医术，就是藐视王家权威。当然，微臣也可当着王爷的面施针。人身上有几处穴位，康健之人受针堪比万蚁噬心，是不是无恙？一扎便知。哎呀！王爷，老奴不敢怀疑御医，可老奴深知这看诊必须要看脉案，这御医上来他就……王爷，以往的脉案您可都是看过的，并无不妥。况且月姨娘身体虚了这么些年，您甚至不惜花千金遍寻药方，奴才发誓，给奴才10个胆儿，奴才也不敢欺瞒呀。王爷向来犹豫不决，但只要这事儿能推到买通御医栽赃嫁祸上，肯定照样能接过去。哎呀，王爷，恕老奴斗胆直言，这御医毕竟是李将军找的，他……闭嘴！到现在还敢威胁将军，我看你是真的是活够！哼，竟然还有脉案，那微臣倒要看看一个康健之人能编出多大的病症来。这好武哪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？若是因此让他们知晓心头血一事，李正元岂不是会……虽说脉案上注有心头血，可罢了，玉儿的清白最重要。来人，去取脉案来！去取脉案来！王爷，玉儿，姨娘，姨娘醒了！你怎么样？可还难受？还好不是。早不醒晚不醒，偏偏查脉案的时候醒。这没你说话的份。既然玉儿已无恙，那便不再劳烦御医亲自查看脉案了。来人，送客！慢着！御医是老夫请的，既是查验，哪有半途而废之理？哼！李真远，你就非要跟本王过不去是吗？当着御医的面，烦请王爷注意言辞。况且只是查个脉案而已，王爷，你在担心什么？难不成这脉案里又是记了什么不该记的？越是阻拦，就越是有鬼。老夫今日查定了。简直胡闹！微臣行医这么多年，还从未见过以人血入药之事。哼！将军，不知王妃现在何处？贸然取心头血为这姑娘治病，微臣担忧王妃她……心头血？你什么意思？王妃明明身体康健，取一碗血而已。王爷，怎么会？恕微臣冒犯，王妃不在这里，康健不康健，岂是王爷说了算的？况且，纵使是康健之人，取血之后若得不到好生照料，也会得后遗症的。外公，阿娘是为了保护宝珠，他们威胁阿娘，阿娘不给就让宝珠给。叶伯准，你住口！本王当时也是情急之下才……那便是确有其事了。
阿娘割了血，却还是被赶回了宅房。阿娘想吃桂花糕都吃不到，是你们害死了我阿娘！素素她绝不会。你这个死丫头，别哄！王爷，当初王妃惹怒你，真应该回柴房，我还要下人好好照顾她来着。不信别人，也要信我呀！哎呦，王爷，月姨娘平常对郡主和王妃那真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啊！您可以随便找个下人问问就知道了。还敢问下人？谁不知道整个王府里的下人全被你们收买？整个王府就是个里应外合的贼窝，当我们旁人都是傻子不成？住口！本王看你们才是串通好的，是你们帮着叶宝珠还有李素素来离间本王和月儿。叶崇言，你现在还执迷不悟，原老夫不应该当年让素素嫁给你这个畜生。你看老夫女儿的命来！李素素已经跟奸夫叛逃出府了，她明明还好好活着，你们一定是在骗本王！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来人，老夫女儿抬上来！素素，王爷，到底是我命薄，没想到李将军为了和姐姐一起做局，竟然不惜搞出了一口棺材。是啊，王爷，香囊是在城门外边找到的，明摆着他已经出了城了，咱们王府都找不到，怎么李将军说找就找到了呢？还偏偏对上了郡主的谎，又直接抬着棺材上门质问，一切怎么这么巧啊？这李正远到底是疯了，为了个李素素，简直无所不用其极。李正远，耍花招也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竟敢随便弄副棺材来问罪本王！随意，看来老夫是高看了你的良心了。别跟本王扯这些没有用的，本王可以体谅你作为父亲爱女心切，想要帮素素来隐瞒逃跑的真相，但假的就是假的，不可能是真的。哼，是吗？那你给老夫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到底是谁？打开！素素，阿娘！素素，阿娘！素素，阿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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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素素，你的脸怎么了？王爷，这个尸体连脸都看不清，如何能证明是姐姐呀？这尸体面目全非，想要冒充的确不是难事。可是，我知道，姐姐和郡主厌弃我，将军想替他们报复，何这都该冲我一个人来呀！没想到他们居然拿了个混了肉的尸体来对我，这也太……哎呀，是啊，王爷，你说这他弄个无名尸体倒还罢了，还故意把脸给花花了，只为了栽赃咱们王府，这真是好歹毒的用心。好你个林真远，把本王耍的团团转是吧？什么尸体都该我王府送！重言，你以为你的脸有多大？值得老夫用女儿的命跟你戏耍？还好老夫有一个心眼，派人调查王府下人身亡一事，要不然素素就留在乱葬岗被野狗啃咬了。那是阿娘穿的衣服，那是阿娘，她就是宝珠的阿娘。衣服。难道真的是素素？王爷，尸体都可以造假，何况是衣服呢？是啊，王爷，姨娘说的对呀，这王妃与将军早就通信，假死做局一事板上钉钉，随便找个尸体就可以把衣服换掉。再说了，那王妃心思缜密，这背后又有将军做靠山，如此行径，她根本没有把咱们王府、把王爷您放在眼里。不是的，她就是我阿娘，宝珠绝不会认错。
这可是你姨娘！本王最后再跟你说一次，你要是还敢这个样子，去！王爷，再次你也敢动宝珠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阿娘，阿娘，宝珠，宝珠。将军，恕微臣直言，郡主平日里受过不少折磨，身上新伤叠旧伤，身子骨算是被彻底虚耗透了。且看今晚能不能熬过去吧。将军，老夫已经失去了女儿，不能再失去外孙了。大夫，大夫，将军，求你了，你一定要救活宝珠。就是上刀山下油锅，老夫在所不辞，求你了。将军请放心，微臣定会竭尽全力。你方才所说可属实？难道王妃？奴才不敢欺瞒皇上。将军为了给素素讨回公道，特意安排老奴前来宫里请御医过府，可没想到还是惊扰到了皇上。岂有此理！皇上，李将军劳苦功高，为我国征战数十年。夫人早逝，膝下唯有一女，可没想到还是发生了此事啊！竟然偏偏还是叶重言，实在不可饶恕！朕的开国功臣岂容他人犯上？传朕旨意，白驾叶王府，朕倒要看看他叶重言是不是要反了天！宝珠她怎么样了？收起你的假慈悲！宝珠小姐今日命悬一线，都是因为你。本王没有，好一个没有！叶重言，宝珠如果扛不过今晚，老夫第一个要了你的命！扛不过。王爷，你也别太过担心了。将军这么说，只不过是担心郡主罢了。再说了，郡主身体强健，更是身体强健，你还真是胡言乱语。但凡不是跟眼盲心瞎的人，都能看得出宝珠小姐今日的虚弱状况。更何况若不是你们，宝珠小姐不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。而你摆了一天的良善加身，还不够，还要继续装。可惜除了王爷，没人吃你这一套。住口！本王的爱妾，岂容你在这儿指手画脚？王爷，王爷，您别为我生气。我知道，他们想替郡主出气，更何况我这个做姨娘的，照顾不周，便是错。王爷，依老奴之见，就凭今日，郡主能有那么大的力气推倒姨娘，这郡主也不像是身体孱弱，这哪来的照顾不周啊？你少强词夺理！宝珠小姐吐血晕倒是事实，众人皆看在眼里。将军，你们都有所不知，今早郡主才用过这手段，什么装病啊、晕倒啊，还害得王爷白白心疼呢。就是啊，这郡主为了引人注意，这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？依老奴看呐，这郡主她就是放了颜料当鞋使，你们别被她哄了。难道他真的又在骗我？颜料，这么大的血腥气，你们是闻不见吗？你们上下联合欺负一对孤儿寡女，自然什么都是你们说了算。这王府，当真恶心！住口！你还真是目无尊卑，没大没小。本王还在这里，你就迫不及待的往王府泼脏水！你滚开！王爷，王爷，泼脏水！叶重言，宝珠现在生死未卜，而你作为宝珠的爹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你还是非不分。这一巴掌是我替宝珠给你的。老夫之所以忍到现在，是因为素素和宝珠的冤屈还没有洗清。别以为老夫不敢动你。将军，王爷怎么会不关心郡主呢？要不是宝珠再三惹怒王爷，王爷怎会？忍无可忍，我看是你忍无可忍吧。你把宝珠小姐当做绊脚石，你现在除了素素小姐还不够，
还要再除了宝珠小姐，偏偏王爷耳根子软，好坏不知，尽信了歹人的胡言乱语。您这是哪里的话呀？我连心疼郡主都来不及，怎么会心疼郡主？你如果真的心疼郡主，你就不会让她住柴房，就不会让她白白挨打。只可惜宝珠小姐一身的伤缺，一身的伤？不可能，本王除了今日从未打。莫非是你们往日背着本王责打过他？王爷，老奴冤枉啊！这郡主顽劣的性子，你不是最清楚的吗？跑前跑后，爬上爬下，这怎么可能不会受伤呢？是啊，王爷，郡主活泼好动，就算有一堆嬷嬷跟着她，她也是看不住她的呀。还真是伶牙俐齿。王爷重妾密妻，朱小姐又住柴房，哪来的一堆丫鬟跟着？编瞎话，也不知道打个草稿。眼看着叶宝珠就要命不久矣，不行，我绝不能再次功亏一篑。王爷，我自和亲之后便一直跟着你。我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我就是怕脏了王府的门槛。可是我实在是不知道哪里惹了姐姐，姐姐也让我死，郡主也让我死，如今这校尉也不肯放过我。如此大的罪名，我实在是担待不起。我还不如一头撞了这官司，等来生，干干净净，再来与你再续前缘。月儿，够了！月儿，你们两个别再唱大戏了。虽然宝珠重病在床，但素素的账，老夫还没跟你算清。将军这话说的好像没道理。既然这尸体已经被刮花了脸，自然是将军想说他是谁便是谁。就是，你们不会以为随便找一个无名尸体就能赖到我们王府头上？住口！素素小姐的遗体从乱葬岗拉回来以后，便无人敢动。你王爷单凭衣服怎能辨别就是王妃？他们这样威胁，是铁了心了，要咱们王府上下为这具尸体赔命。是啊，这李振宇明显有备而来，他来得巧，尸体来得更巧。李振元，本王知道李素素仗着你这镇国将军为父，才敢在王府肆无忌惮地加害月儿。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帮着他做局陷害，你们蛇鼠一窝，究竟是何居心？王爷当真是不清醒，不顾发妻，不护嫡子，现在连混话都是谎话连篇。纸糊的王爷，还不如草鸡。将军，还留着这聂政作甚？他现在还没有认罪，若现在轻易死了，素素的冤屈更洗不清了。什么冤屈？李振元，说白了，你就是想帮李素素出气，别在这假仁假义，给自己脸上贴金。嘴巴放干净一点！王爷，我知道，不让你心服口服，这桩恩怨便理不清。现在由不得你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莫非你想屈打成招不成？好啊，李振元，那你放马过来，本王绝不会怕你。起来，过来！好好看看，看身手没有？老夫再问你一遍，你认不认罪？认不认罪？素素，素素，素素，素素啊！不会的，素素她不可能死，她怎么会？王爷，疤痕也可以造假的，真的。如果姐姐真的决心离开王府，那她肯定什么都准备好了。是啊，这王妃伙同李将军，就连这无名尸体都能备下，何况是区一道疤呢？对，你们都在骗本王。素素她没死，李振元，你们都在骗本王，对不对？素素她没死。够了，还真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，是不是？她的声音不可能不认得，她就是老夫的女儿素素，你还不认罪？你们胡说！她不是素素，素素死回外难，早就形单江湖了。
对，素素明明还活着，是他自己逃跑的，这一切都跟本王无关。王爷，是你宠妾灭妻，将他们赶去了柴房。下人见风使舵，自然也不会好生照看。你不在意，他们就会受人欺辱。你身为一个丈夫，身为一个父亲，持身不正，屡屡偏心，这一切的祸根都是因为你。素素小姐倘若真的因此出了好歹，你觉得这一切真的与你无关吗？本王，够了！在老夫面前惺惺作态，你如果不好好的承认对素素宝珠的罪行，即便你下地狱，也是一本糊涂账。来人，把老夫拟好的认罪书拿来！哼！什么认罪书？李真元，你休想把罪名安在本王头上！哼！更何况月儿说的没错，伤疤可以伪造，这尸体除了伤疤，再无其他身份线索。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？你不要挑战老夫的耐心。叶重言，老夫再问你一句，你认还是不认？哼！李将军何苦逼问至此？那尸体毁容不好辨认，究竟是不是姐姐本来就难以决断。再说了，王爷和王府向来堂堂正正，又岂会平白无故受你不白之冤？李真元，本王今日就把话放在这里。纵使你屠尽本王满门，本王没做过的事情就是没有做过，绝不会认。你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既如此，也罢，传本将军令，请龙头铡。龙头铡。姨娘，要是老奴没记错的话，这龙头铡是上斩皇亲国戚、奉子龙孙，下斩贪官污吏、祸国奸臣。这李将军该不会是要……不准胡说！这里是王府，他们敢？敢不敢？待会儿你便知道。李真元，你别告诉本王，你想背着圣上都有思想。错了，王爷，龙头铡先帝御赐，堪比圣旨敕令，能请出龙头铡，那又怎会是私刑？况且杀害发妻、毒害嫡女，置王法于不顾，实乃罪有应得。王爷，王爷，属下不负王爷所嘱，总算查清楚了始末。查清楚了？那李素素呢？他人到底在哪儿？把他给我带上来，免得被有些人继续构陷。属下无能，王妃她确实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王爷，所以这一切其实都是真的。难道素素她真的？王爷，王府近来奔向城外的只有那一具所谓的下人尸体。属下追寻蛛丝马迹，一路查到郊外的乱葬岗，结果却发现了这是。这是当年我母亲留给我的，你是我的妻，以后她便是你的了。素素，素素，你大胆！王妃去世，岂能是你胡言乱
说的吗？我闭嘴！闭嘴！王爷，老奴服侍姨娘多年，对姨娘的人品那是深知啊。姨娘对您可真是全心全意啊！您千万别听这些人胡言乱语来怀疑姨娘啊！王爷，我知道你担心姐姐的安危，可姐姐的身子确实是有问题的呀。尤其是那李将军，明面上是指责王爷，实则是在含沙射影。他一再说是我害死了姐姐，可是王爷，我要是害死姐姐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王爷，自从王妃逃走之后，所有人把罪名都加诸在姨娘和王府身上。老奴不得不说一句，绕了这么半天，他不就是想先斩后奏，彻底驾驶我们王府杀人的罪名吗？真是个颠倒黑白的好手啊！你，我说的是事实，人死魂消，再大的冤情也难以翻供，死人对你们来说是最有利的。哼！哎呀，王爷，老奴说的句句都是忠心呐！他们欺人太甚，想害王府于死地呀，连条活路都不留啊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。不必通传，把这院子的人给朕支住。这，王爷，你们先起来。本王知道你委屈，只是这玉坠……王爷，这玉佩或许就是个巧合呢。好爹姐姐心死，于是就把这玉佩一同扔在了乱葬岗。那王府抬出去的尸体作何解释？刚抬出去一个下人，素素小姐就消失了。现在就连你的下人都已经查到乱葬岗，你还包庇他们到什么时候？少在这指手画脚！本王说了，王府之事不得外人指摘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冥顽不灵。李振远，本王是王爷，天下能治本王的唯有一人，就是当今圣上。而你，区一个兵痞，为国立功又如何？还想踩到本王头上来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动手！你敢！李振远，王府之地，你胆敢造次，就不怕本王上奏陛下吗？圣上圣明，喜欢偏袒凶手。王爷，你可是皇亲国戚，他们怎么能如此蛮横不讲理？哼，李振远，杀人凶手不过是你的臆测，就算你混淆了真相，请出了龙头铡，本王也绝不会服你。没有圣旨，你休想动本王一根汗毛。此乃龙头铡，可先斩后奏。就算龙头铡可以先斩后奏，那也必须要罪证确凿，不然就是你们不顾天威，罔顾国法。何况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你今天若是让本王有个什么好歹，皇上定会诛你九族。叶重言，你是非不分，养虎为患，发起因你而死，嫡女因你而命悬一线，你心里不清楚，那就问问你的身边人，证据是不是确凿？他们更清楚。动手！你们敢！本王是皇亲，皇上不在，谁敢动我？他们不敢，朕敢。参见皇上。您是朕的老师，更是朕镇守国土的将军，您与朕之间不必这些虚礼。多谢皇上。老臣有疑惑，皇上为何出现在此地？朕留下了来请御医的将士，若非这么做，朕怕不是会错过某些人的真面目。沈家三女何在？皇上，朕要是没记错，当初和亲之事，朕本是属于沈家大女，
奈何你父亲求到了朕眼前，说你主动要求前去，是也不是？是。你父亲后来贪腐，被朕抄了家，契丹王也被朕派兵发了个干净。那时朕才知晓，你抢和亲之位，不过是为了那荣华富贵，为了洗去庶女名头。朕说的这些，是也不是？回禀皇上，是。可当你发现和亲并不容易，你便起了心思，甚至还想里通外国。要不是契丹王倒在了前面，你怕也是没命活到如今。这念你曾远嫁和亲，无人可依，才留你一条生路，但你却故意搭上了叶重言，硬是害死了李将军之女，是也不是？回禀皇上，是。如今真相大白，朕不会动你，朕会将你交给想要你命的人。来人！对。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叶重言，至于你，你可知晓你父亲当年为何会被朕降罪？臣只是泄露军情，我父亲糊涂，还想隐瞒皇上。不假，但你举之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当你父亲纳女边疆女子为妾，你母亲端庄纯善，才知道那女子实为奸细，有利国家，选择上报之计。只因你父亲宠妾灭妻，方被囚于府中。后来那场战役大败，父亲仍想将那妾室隐瞒，生生将你母亲毒哑。等朕赶到王府时，你母亲不堪受，悬梁自尽，只留下一封血书。还记得说你年幼诸事可知，他说他愿意与你父亲共担罪名，说无心面对国与朕，自己白绫3尺，只愿保全你这唯一的儿子。他是公主，是朕的义妹，可她受尽了这样的委屈，朕这个兄正是最后知晓的。朕晚了一步，懊悔了半辈子，而且朕到底未能守护好他的嘱托，更没能想到他用命保下来的儿子，终究还是步了他父亲的后尘。叶重言，你宠妾灭妻，通晓黑白，纵有深策之人，将人命做儿戏，你可知罪？知罪。既如此，你这个王爷也不用当了。不过朕会给你时间料理所有事、所有债。等到那时，无需龙头茶，也无人会害怕你的权势威压，因为朕会亲自收拾你。恭送皇上。嫂子，原来一切都错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走，嫂子，你醒来好不好？你醒来好不好？是我对不起你，你打我，骂我，只要你能醒来，我做什么都可以做。够了，叶重言，你现在知道认错了，告诉你，再说已经没有用了。老夫虽然不知道苏苏怎么会爱上你，
但将死之际，素素应该是悔了。谁让爱意消泯，唯有遗憾呢？所以，你不用道歉了，让你的愧疚下油锅吧。毕竟活着的人，没有资格替他原谅。我求求你了，不要！走！不要！不要！素素，素素，素素，素素！求你放了宝珠，我什么都给你。那也好过与王爷相看两夜。父亲，我父亲早在3年前就死了。我愿父亲与我长命百岁。王爷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？你还要如何解释？沈月姬，确实是我蠢，信了你所说的年少情深，更信了你当言和亲的身不由己。如今皇上已经言明，你还要狡辩到几时？还有你，助纣为虐的贱奴，说，给本王一桩桩、一件件说清楚，素素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老奴我。不愿意说是吧？有人替你说。王爷，属下倒是查到点东西，与沈月姬主仆有关。属下查到沈月姬常年让王嬷嬷给那赵大夫送钱，只为隐瞒身体康健，在王爷面前狂称顽疾，以及府中下人均在沈月姬入府后被他有意调换成自己人。而当初王妃纵女行凶之事，也是沈月姬有意栽赃嫁祸给郡主。属下已经对他们严刑逼供，王爷可直接查问。王爷，奴才们不敢撒谎，这些都是月姨娘安排好的，奴才们什么都不清楚啊！是啊，王爷，月姨娘不许奴才们好生照顾王妃，时常节衣缩食，还继续说，还让奴才们时不时的在王妃的膳食里加入毁人气血的汤药，这都是王嬷嬷和赵大夫指使的。王爷，老奴冤枉啊！那些下人都是栽赃我呀，他肯定是受了王妃的唆使啊！王爷啊，你别相信他们啊，王爷！贱奴，到现在还在污蔑素素，本王一定要杀了你！让开！李抽言，事情真相还未尽数吐露，你现在杀了他，素素的冤屈，老夫找谁问去？说，王妃是如何身故的？身故之后，又是如何出的王府？启禀将军，奴才只知月姨娘为了阻拦王妃身死的消息，让奴才们用席子将王妃裹了，再快马加鞭送至城外乱葬岗，并且王嬷嬷还动手划坏了王妃的脸。毒妇！王爷，沈月姬故意让赵大夫说出心头血的药方，就是为了毒死王妃最后的生路。只要王妃身死，被悄悄运出王府，再同王爷说明王妃是有意逃跑，王爷盛怒之下必然不会在意王妃，那么空出来的王妃之位，非沈月姬莫属。只是他未曾想到，王爷会让属下去调查。不是的，不是。贱人！沈月姬，老夫虽然知道你是为了荣华富贵，但老夫还想知道，你如何虐待素素？难道只是为了一个王妃之位吗？说！是又如何？我与王爷青梅竹马，那王妃之位本该就是我的。若不是李素素，我又怎么会是个妾室？是他抢走了我的一切。贱！下贱的明明是你，是你硬要去和亲，还说什么情非得已。沈月姬，下贱的明明是你。王爷何必动怒呢？我说的
是事实。李素素凭什么和我争？他抢走了我的一切，是他。沈月姬，本王给你的还不够多吗？你一个妾室，住的是正房，吃穿用度堪比平妻，你不够，不够！王爷别忘了，我是庶女。从小嬷嬷就教导我说，要礼让嫡兄长姐。可我不甘心啊！我凭什么要让？是我的，便是我的；不是我的，我抢也要抢过来！荒唐！你在家中过得如何？我不是不清楚。你的父亲偏心于你，兄长嫡姐有的你一样不差，不甘心。你少为你的贪心粉饰。我是贪心，但我好歹也算坚定。王爷呢？自己摇摆不定，连自己的发妻都不相信。我承认，我的病是装的，但李素素之死，绝非我一时之故。尤其是你，叶重言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摘干净！贱人！贱人又如何？那高贵的将军之女，不一样被我这个贱人踩在脚下吗？连自己的死都抉择不了。你个贱人！我砍了你！将军，郡主醒了。宝珠，宝珠，外公，宝珠啊，你现在可有哪里还不舒服啊？宝珠啊，外公会把那些坏人全部抓起来，外公一定会替宝珠报仇的。外公，宝珠还想再去看看阿娘。宝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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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爹爹错怪你了，是爹爹对不起你，宝珠，你跟爹爹说句话好不好？爹爹错了，爹爹真的错了，宝珠。滚开！放开我！叶宝珠，别动！你这个扫把星，你不仅害死你娘，你还连累了你爹！你这个贱人！来人，拖到乱葬岗扔了。是。宝珠，别看，宝珠不哭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是爹爹的小福星，是阿娘的福星。哎呦，宝珠，哎，等爹爹抓到你，小宝珠就变成大宝珠喽。小宝珠，宝珠，这就是爹爹亏欠娘，还不起，也还不清。王爷，你看，她的鼻子像你，眉眼像我，她是我们的女儿，是我们的掌上明珠。宝珠，宝珠，爹，阿娘，宝珠来看你了。
最近发生了好多事儿，黄伯伯把坏人都抓了起来。宝珠也常常跟着外公去军营，那里的叔叔伯伯也待宝珠极好。宝珠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宝珠以后要像外公一样当一个大将军，因为外公说了，世上还有很多像曾经的宝珠和阿娘一样正在经历苦难的人。宝珠没能保护得了阿娘，但宝珠希望能够保护他们。阿娘，宝珠真的好想你，可你不用担心，因为宝珠有在听阿娘的话，有好好活着，也有真正疼爱宝珠的外公楚河哥哥。宝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宝珠，外公！宝珠，百味斋新上了点心，正好哥哥发了月钱。宝珠想吃什么，我都给你买，好不好？宝珠要吃桂花糕，我还要抱抱。好。宝珠啊，只要能让我的宝珠开心就好。走，吃桂花糕去。吃桂花糕喽！